日本一個月內呢拋售了668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創下了近4年來最大的減持記錄。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匯市干預砸下了730多億美元，仍然無法阻止日元下跌。同樣是美國國債的持有者，中國是小幅度的增持，而日本則是被動拋售。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是什麼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美國財政部呢於7月上旬呢發布的5月份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當中啊，披露了全球的美債持倉最新的情況。到了5月底的時候呢，海外的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已經達到了9.37萬億美元，那是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了。從各國來看呢，这個增減持分化很大。你看加拿大呢單月增持了387億美元，增幅是各國之首啊。那麼英國呢是增持了111億美元，中国呢是小幅的增持82億美元，持倉回升至了6593亿美元。最值得關注的是头號持有國日本，罕見的減持了668億美元，持倉直接降到了1.14萬億美元。那麼減持規模創下了自2022年9月起呢近4年來的一個新高。日本呢如此大規模的拋售美國國債，並不是主動的調整資產配置，而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救市的行為。今年的4月下旬呢，日元對美元匯率呢一路是跌破了160關口啊，接近了40年來的最低水平。為了抑制日元下跌呢，日本財務省呢於4月底至5月底之間投入了創紀錄的734億美元。那麼在外匯市場上買進了日元，賣出了美元，這筆巨大的干預資金呢，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日本的外匯儲備當中的美國國債佔的比例最大啊，流動性呢也是最好的。要快速籌集大量的美元，那唯一的辦法呢，就是拋售現有的美國國債。730億美元的這種干預的規模和當月668億美元的美債減持規模大致相當。但是呢，這個問題就在於啊，投入了很多資金之後呢，效果卻很微弱。日元呢一下子就漲上去，然後又立刻跌下去了，所以呢無法阻止下跌的這麼一個趨勢。也就是說呢，依靠出售外匯儲備來維持匯率的做法，只能緩解表面問題，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日元呢持續貶值的原因呢，是美日兩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这種利率的差異。到2026年的6月，日本的央行把政策利率提高到了1%，已經是31年來最高水平的時候啊。那麼美國的聯邦基金的利率呢，仍然在3.5%到3.75%之間，兩者呢相差超過2.5個百分點。你看如此大的這個利差擺在那兒，全世界的資金自然就會去做套利交易。那麼借來的利息呢很低的這種日元換美元去購買美國國債來賺取利差，這個套期交易的規模很大，那一直不斷的去賣日元買美元，所以呢日元的匯率就不可能被抬得很高。按照道理來說啊，這個日本呢跟着加息縮小利差，它不就可以了嗎？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啊。日本政府的債務呢佔 GDP 的比例已經超過了250%，有的數據呢甚至達到了260%。在主要的經濟體當中呢排名第一。那過去的幾十年來，日本依靠這個零利率來維持巨大的這個債務的規模，每年只還利息就已經非常困难了。如果進行這種激進的加息，那麼政府的償債成本就會急劇的上升，企業的融資和居民的房貸都會受到壓力，甚至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啊，影響到整個的金融體系。你看，加息不行，不加息也不行。日本的貨幣政策呢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局面，除了利差之外，貿易格局的惡化也使得日元受到牵連。日本呢已經連續5年出現貿易逆差，制造業不斷的外遷，出口對匯率的提振作用越來越小。那麼反過來能源和原材料大量的依靠进口，日元呢越貶值，那麼買這些東西用的美元呢就越多，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貶值呢還會造成嚴重的輸入性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了，但是工資增長沒有跟上，老百姓的消費乏力啊，經濟基本面的支撐不住，市場對日元的預期也就更差了，进而呢更加看空。与日本的被動拋售形成鮮明对比的是，中国呢是5月份小幅增持了82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調倉的行為，
它并不表示長期的戰略改變。那當期的美債的價格呢，處在一個比較合理的範圍內。那麼增持一點呢，是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一個正常市場化的一個操作。中外匯儲備呢，一直是採取一個穩健多元的策略，既保留了美債的流動性的優勢，又不斷的配置黃金、非美元貨幣資產來主動的優化這個儲備的結構。那一個是主動的資產配置，另一個是被動的救市砸錢，兩者性質不同。目前呢，日本手中呢還有1.14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當然處境呢卻很尷尬。繼續持有的話，日元呢持續貶值，那匯率的損失也是越來越大，收益根本無法彌補。拋售的話呢，外儲呢越來越少，而且干預的效果也越來越差，每次呢只能維持幾天。那歷次的匯市呢干預表明，用錢砸下去只能暫時提高日元，不能改變長期的走勢。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產業競爭力下降，是吧？巨大的財政的赤字等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日本的短期內的政策工具那就只能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它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日元長期走弱的趨勢。那目前呢，很多國際金融機構呢都預測說，日元以後大概率會處於一個低位長期震盪的狀態。那要回到以前的這個升值通道，在短期內基本上沒有希望。好，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協會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